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？会不会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，让不健康的习惯或想法消极地影响了自己？为了让大家的生活更井井有条，这支影片就来说说6件可能会控制自己生活的事。1. 总是在刷社交媒体。会不会有人说自己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是健康的，还是处在极度不健康的边缘？花在任何一件事上的时间太多都会产生负面影响，而过多使用社交媒体，比如脸书，可能会让一个人感觉更糟。密歇根大学2013年发表在《公共科学图书馆》杂志上一项为期2周的实验发现，使用脸书和不满情绪之间的相关性。研究人员给研究对象发短信，观察他们每一刻的感受，以及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。正如发表的研究报告所述，结果表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脸书的使用预示着这2个变量的负变化。人们在某一时间点上使用脸书的时间越长，下次研究人员再给他们发短信时，他们的感觉就越糟糕。在2周时间内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使用脸书的时间越长，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下降的就越厉害。所以，当你想每半小时查看一次社交媒体通知时，是时候让我们知道这样做是否真的值得了。至少，请在睡觉前把手机锁好，这意味着可能得买一个真正的闹钟，才能按时上学或上班。2. 拖延症。经常会因为拖延症复发而感到内疚吗？拖延有时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失去了控制。当你已经来不及完成最初的任务时，你想做的只是坐下来完成明天要完成的艺术项目。但你最喜欢的应用程序上刚刚收到了一个新通知，它实在是等不及了。可以采取的停止拖延的一个步骤是远离任何干扰，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做手头的工作，然后一步一步地思考。当完成了工作，把任务分成小的可实现的目标，成为下一个任务，就可以避免拖延，并尝试专注于下一个任务。3. 过于苛刻地评判自己和消极的想法。对自己有多挑剔？是不是过于挑剔了？自己的大脑是否充斥着消极的想法和苛刻的自我评判？研究继续表明，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强烈地影响着自己的感受。改变消极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用积极的情绪来中和它们。根据心理学家帕特里夏·哈特奈特的说法，当我们消极地看待自己和生活时，我们最终会以一种证实这一观点的方式看待经历。相反，要多践行使用能提升自我价值感和个人力量的词汇。所以不要说我数学考得很糟糕，要用积极的词汇和自我同情，比如我下次会更努力学习，然后我下次考试就会考得好些。4. 当有时间早睡的时候，反而会晚睡。不管小伙伴中有多少人睡得很晚，当一个人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上床睡觉时，可能会被花在电脑前的大把时间影响到。如果没有8小时左右的睡眠，第二天可能会觉得很累。我们需要一晚上好好的休息，为第二天充电。每晚睡眠不足8小时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更糟糕的是，根据睡眠健康基金会的数据，90%的抑郁症患者同时患有失眠。因此，那些情绪不佳的人可能已经饱受其苦，可能会因为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而导致进一步的健康问题。睡眠不足不仅会让人脾气暴躁、昏昏沉沉，而且这对情绪健康也不怎么好。从长远来看，多睡几个小时，会发现自己更能掌控自己的生活。5. 忽视自己的身心健康。如果在知道该睡觉的时候还继续熬夜玩手机，那已经忽视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身体和精神健康。一个人的生活可能充满了忙碌的日子和不断的干扰，但最好不要忽视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健康。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大多数健康问题晚些都会出现，而不是立竿见影。现在，美国国家心肺和血液研究中心建议，从20岁开始，大约每1年测量一次自己的胆固醇，这是一种检查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好方法。要知道，在过度工作时，甚至在正常工作的日子里休息一下也是好的。短暂的休息有利于健康。如果感觉到不知所措或情绪激动，可以通过写日记或与人交谈来表达自己。当一个人感到精疲力尽，感觉失去控制，或者只是需要有人倾诉的时候，寻求帮助总是最好的。6. 认为自己无法改变。如果觉得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，可能会觉得自己无法改变。
会不会担心这些事情会控制自己，让自己无法改变？好了，别担心，改变是可能的，除非忽略了那些可以让自己健康起来、可以改变的消极习惯。我们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，我们总会在改变自己的观点、信仰、习惯以及行动，这些都可以向更好的方向改变。研究人员认为，看似一个人性格永久的部分也是可以改变的。研究人员在2017年发表在《心理学公报》上的综述文章中，回顾了207项研究，这些研究跟踪了干预期间人格特征测量指标的变化，包括真实实验和有预设计改变的实验。他们发现，治疗可以导致一个人的性格发生变化，最快可在4到8周内发生。正如回顾中所述，情绪稳定性是表现出治疗结果变化的主要特征领域，其次是外向性。所以，当你认为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，或者对自己的某些行为感到灰心丧气时，就不会有积极的改变发生。如果觉得这些事情控制了自己的生活，向好的方向改变还是有可能的。不要失去战胜他们的希望，要做些积极的事情取代他们，是重新掌控自己生活的另一个措施，你懂的。那么，在你身上有没有影片中提到的这些情况，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吗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。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如果喜欢，不要忘记点赞并分享给更多小伙伴。最后，如果您还没有订阅，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，继续看到我们的影片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啦！